今天我们想象一个发生在桃园国际机场的戏剧性场景，两个熟悉的身影拖着病体出现在入境关卡前，正试图低调通关。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多年来高调爱祖国、逢中必舔、逢台必骂的黄安和芳芳。如今当病魔缠身，这两人竟然想悄悄回台享用健保。消息一出，全台哗然，怒火瞬间引爆，网络上四处可见台湾乡亲的怒吼：别回来，用不着你们，滚回你们口中的祖国去。这起被讥为2026年最无耻的一幕，到底是真是假？黄安、芳芳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成为全民公敌？平时将台湾毁谤成鬼地方，临到自己有难，却又要回来占便宜，这当中的双面人生和荒唐巨马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提起黄安，在1990年代中期，许多人对他的记忆可能还停留在那首红极一时的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作为一位出生于台湾的新竹，出道于80年代末的歌手，黄安早年也曾有过演艺高峰。然而随着时代变迁，他在台湾的演艺事业走下坡路。后来他将重心转往中国大陆发展，从歌手、主持人逐渐转型为一种特殊的角色，自诩为台独克星的政治表态艺人。黄安之所以臭名昭著，与他在中国媒体上的高调言行直接相关。他常常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和社群平台大放厥词，对台湾冷嘲热讽。早在2010年，他就在东南卫视节目中公然称台湾是鬼地方，引发轩然大波。2013年，黄安返台参与录影时又放话，台湾的演出费用养不起我，在这里赚的只是零用钱，大陆才能赚身家。言下之意，台湾对他而言又穷又差，他早已心向往之的是对岸的荣华富贵。注：此处以叙述方式呈现黄安过往言论，凸显其对台湾的不屑态度。然而，真正让黄安声名狼藉，成为全民痛恨的导火线，是2016年初震惊两岸的周子瑜事件。当时韩国女团的一位年仅16岁的台湾成员周子瑜，在节目中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，引发黄安不满。黄安在微博指控这名少女支持台独，上纲上线地大做文章。尽管周子瑜只是依节目要求展示国旗，毫无政治意图，黄安仍不依不饶。由于他的举报，在中国网民的民族情绪煽动下，周子瑜被迫录制影片向大众道歉，声明我是一个中国人，当场泪眼婆娑。这段道歉影片发布的时间点极为敏感，就在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投票前夕，全台湾民众看到一个未成年女孩无辜受辱，震惊与愤怒之情遍布社会各角落。可以说，黄安靠着猎巫周子瑜一举成名，但这种恶名昭彰的成名方式让他彻底成了台湾人的眼中钉。甚至有舆论分析认为，周子瑜事件激发了更多选民的反感，间接影响了当时的选情。黄安以为自己立下了爱国功勋，实则适得其反，在台湾被唾骂为卖国求荣的小丑。自称绝对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台独的黄安，从此在对岸小粉红圈里获得了关注。他不仅举报周子瑜，之后还接连点名包括歌手卢广仲、主持人 NONO 等台湾艺人有台独嫌疑，无端给人扣帽子，害得不少人在中国的演艺工作受到牵连。黄安乐此不疲地扮演着举报艺人的角色，在他眼中，似乎打击任何他认为不够亲中的台湾人，就是在向他口中的祖国表忠。对此，台湾民众无不嗤之以鼻，认为他不过是为了迎合中国舆论，捞取人民币而出卖尊严。有人辛辣地讽刺他是假爱国，真爱钱，嘴上高喊效忠中国，其实就是看中人民币的香味。毕竟黄安自己曾炫耀一年在大陆可进账数千万元台币，是他赚钱养家的主要来源。如此高调卖身投靠的行径，早已让他在台湾社会信用破产。在中国常住的日子里，黄安不断透过微博对台湾时事发表评论，几乎每逢台湾有天灾人祸或政治争端，他总幸灾乐祸，挖苦讥讽。例如台湾某地发生地震，他留言称大陆这么好，怎么还有人留在台湾受罪呢？充满嘲讽意味。又例如台湾民主选举出现他不喜欢的结果时，他贬称台湾是蛙岛，
说岛上的风云变化他一点都不在意，仿佛台湾对他而言微不足道。这些言论都透出一个讯号，黄安早已把自己标榜为中国人，并且努力贬低养育他的台湾土地。在他塑造的人设里，台湾是腐朽衰败的鬼地方，中国才是伟大而美好的祖国。他似乎不厌其烦地想证明自己有多爱中国，看不起台湾，以此博取中国某些观众的掌声。然而讽刺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个满嘴祖国好棒，台湾好烂的黄安，每当身体出了状况，却还是悄悄地回到台湾寻求医治。最轰动的例子发生在2016年初，黄安在大陆突发心肌梗塞，病情严重到需要紧急手术。他当下决定搭乘医疗专机，火速飞回台北进行心脏绕道手术。2016年3月10日凌晨，救护车直接把他从桃园机场送进振兴医院。医师为当时52岁的黄安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急诊手术，成功为他做了冠状动脉绕道。黄安捡回一命，在台湾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逐渐康复。然而消息传开后，台湾民间一片哗然，这个平日口口声声祖国万岁痛骂台湾的人，出事时却利用台湾的医疗资源保住了性命。而更令人生气的是，黄安此趟治疗所需庞大费用，大部分竟然是由台湾的全民健保给付。也就是说，台湾纳税人和所有保险参保民众所缴的健保费，帮助支付了黄安的手术。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健保向来以覆盖率高、费用低廉著称，只要是合法持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并参加健保者，不论贫富都能享有平价的医疗服务。黄安尽管常年定居中国，但他并没有放弃台湾户籍，而且定期缴交基本的健保费，因此按照法律仍是健保对象。在规定上，只要有缴费，他即使在海外突发重病，都有权利回台申请治疗，并由健保给付部分费用。健保署方面当时也出面说明，像黄安这种急性心肌梗塞的案例，返台救治属于紧急伤病，住院费用每日可核退上限8000多元。黄安的情况符合资格，可以申请补助。法律上来说，黄安有权用这笔钱，但情理上他真的还好意思用吗？事实证明，黄安不仅好意思，而且用得毫不犹豫。更夸张的是，他对于台湾社会的谴责完全不以为意。经此事件，民间舆论沸腾，医界与政界也有人跳出来抨击。许多台湾民众质疑，黄安常年不在台湾生活，不在台缴税，平时极尽羞辱台湾之能事，怎么出事了还有脸回来占健保资源？难道台湾健保制度要对这种吃饭砸锅的人也无条件善待吗？甚至连当时的行政院长都忍不住表示，法律虽然保障每个人就医平等，但他个人心里对黄安回台就医不太舒服。这已经是相当委婉的官方说法了，毕竟法理上不能拒绝本国公民就医，但社会观感上，黄安实在令人反感。然而黄安本人不但没有任何愧疚，还一再在公开场合呛声挑衅。手术过后没多久，他就在微博上自豪宣称，我就是爽用健保，我没事也想用，你们又能拿我怎么？我有违法吗？这种嚣张的态度无疑是在全体台湾人伤口上撒盐。他甚至说出健保我非但用，我想用就用，我没事就用，这种气人话。又在另一则贴文中放话，回台爽用健保哟，并附上一张自己在机场的自拍照，神色轻松自得。试想，一个人口口声声瞧不起台湾的人，转身却跑回台湾治病，治好了还公开炫耀占到便宜，这是多么荒唐而厚颜无耻。难怪当时网友们气炸了，直呼祝你天天用健保，诅咒他每天生病才有得用，甚至有人喊话总统，不能禁止他入境吗？黄安在台湾街头被民众认出时也发生过冲突，有民众当面质问他，你平常骂台湾为何生病还要用台湾健保？黄安居然理直气壮回答，因为我是名人，庞佛他有特权，凌驾他人之上。如此傲慢的嘴脸，令所有听闻此事的台湾人无不怒火中烧。黄安的种种行为让他俨然成为全民公敌，他被视为典型的那种人在曹营心在汉，又吃里扒外的叛徒形象，身体很诚实地享受着台湾的好处，嘴巴却拼命咒骂台湾。在台湾网络社群上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羞辱性词汇，舔共艺人
排行榜上总是把他排在第一。对于黄安，许多人嗤之以鼻地称他为中国哈巴狗，认为他为了在中国捞钱，不惜损害自己故乡，同时又贪图台湾的福利待遇，是最双面又最没良心的代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黄安在大陆发展多年，一直以来他是否已取得中国身份证，外界有所怀疑。因为依照台湾法律，若黄安取得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，他将被注销台湾户籍，等于丧失健保资格。早些年就有传言说黄安可能偷偷领了中国公民身份证，但每当消息传出，黄安都极力否认。2023年，陆委会官员表示，曾调查黄安有无中国身份的检举案，暂时没有查到确切证据。这意味着，至少目前黄安应该还保留着中华民国国籍，或者说还没被抓到放弃，因此才能理直气壮地继续用健保和出入台湾。一方面大喊以身为中国人为荣，另一方面又不敢真正放弃台湾籍，成为中国人黄安的虚伪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再来看看另一主角芳芳，年轻一辈可能对这名字较陌生，但在5、60年代出生的台湾观众记忆中，芳芳曾是家喻户晓的综艺一姐。芳芳原名周正芳，1954年出生于桃园中坜的眷村家庭，祖籍安徽全椒县。她从影超过50年，纵横影视歌，主持各界，是罕见的全方位艺人。在台湾80年代的综艺节目巅峰时期，芳芳以丑角闻名，主持过《连环炮》等高收视率节目，拿下第24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也曾以戏剧作品夺得金钟女演员殊荣。在许多人印象里，芳芳长期代表的是欢笑、亲切的荧幕形象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位曾经深受观众喜爱的艺人，到了晚年，人生却走上了一条高度政治化、充满争议的道路。芳芳近年鲜少在台湾露面，因为她早已移居中国大陆定居。大约自2020年起，芳芳几乎常驻在中国，并逐渐公开表态支持两岸统一的政治立场。2021年年底，芳芳在中国的社群平台抛出一枚震撼弹，她高兴地宣布自己领到了中国公民身份证。当年12月24日，芳芳在抖音上传影片，激动地挥舞着一张证件说：“我现在跟大家一样，也是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人了，谢谢亲们的祝贺，我非常开心。”在影片中，她笑容满面，声称自己在中国生活1年多，很安心，感叹落叶要归根，言辞间对祖国赞美之情溢于言表。这消息一出，两岸媒体和网友都议论纷纷。有人感叹芳芳毕竟是公开投向中国怀抱，至少比那些平日舔共却不敢放弃台湾籍的人更敢作敢为。一些统派人士甚至点名黄安和另一位亲中女艺人刘乐妍，说他们应向芳芳看齐，真的有种就入籍中国，不要光说不练。芳芳似乎一时成了他们心中的榜样。然而很快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事情并不单纯，芳芳所展示的根本不是中国居民身份证，而是台湾居民居住证。这两种证件大不相同，中国公民身份证是中国正式户籍国民才有的内建芯片证卡，而芳芳拿的那张则是专门发给台湾人的居住证，底色颜色都有明显差异。也就是说，芳芳虽然宣称我成为中国人了，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放弃中华民国国籍，在法律身份上她仍是台湾人，因此当然也依然享有使用台湾健保的权利。这让不少人直摇头，认为芳芳只是搞了一出表面爱国的宣传秀，嘴里喊着自己变中国人，实际上领的证件只是方便在大陆生活的居留证，等于两边好处都想要。对此，有网友讽刺，看来他跟黄安一样，可以继续享用台湾健保哦。也有人不客气地批，被骗了吧，他跟那个卢中国表妹指另一位亲中网红，和黄安一样，拿的是台湾居民证，不是中国居民证。尽管芳芳宣称自己回来了祖国怀抱，可事实是她并没有像真正的中国公民那样放弃台湾身份。用一句台湾俗谚，这种做法就是脚踏两条船，要在中国拿荣誉与利益，又不放弃台湾长久以来给她的庇荫。更让台湾民众反感的是，芳芳移居中国后，不仅在身份上模棱两可，在言论上却比谁都激进高调。她多次公开发表偏颇的政治言论，
引来台湾社会谴责。尤其是在2022年初，芳芳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的一番谈话，把风波推向高潮。当时她在节目里鼓吹北京当局应该管一管台湾，甚至说出要打就打2巴掌，看台湾听不听话这类惊人言语，意思是主张中国给台湾点颜色瞧瞧，用武力教训一下。这番仇视性言论一出，即使是主持访谈的中国媒体人都露出诧异神情，反问他：你是为了赚钱才这么说的吧？可以想见，芳芳讲得太露骨，连对岸有人都怀疑他是不是为了迎合而表演。没想到芳芳斩钉截铁地回答：没钱我也干，强调自己发自内心支持以武力统一，绝非为钱。而节目最后，他还高喊祖国统一，声称这是70多岁老太太对两岸未来的心愿。整段访问影片传回台湾，引起的震撼不亚于当年周子瑜事件。毕竟芳芳曾是陪伴台湾观众成长的明星，如今却公然叫嚣要祖国来打一打台湾的小孩们，这对台湾人而言无疑是赤裸裸的背叛和威胁。针对芳芳的言论，台湾各界群起挞伐，她在台湾娱乐圈累积数十年的好感度毁于一旦，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批评。很多网友怒骂芳芳吃台湾长大却帮外人打自己人，称她为不折不扣的叛徒。有粉丝心碎地表示再也无法原谅她。一些民意代表和名嘴也加入战团，甚至有人建议应该注销芳芳的户籍，既然她自称是中国人了，就别再占台湾资源。网络上还兴起要爱祖国就剪健保卡的声浪，许多人要求芳芳干脆把台湾健保卡剪掉，以示决心别再用台湾任何好处。对此，芳芳不甘示弱地回呛：凭什么要我剪？那健保卡又不是你们恩赐给我的。语气中充满不屑，他的意思是健保是法律赋予他的权益，轮不到网友来指手画脚。这番话再度激怒了台湾舆论。当时适逢疫情期间，卫福部长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此事，也回应了一句：不用剪，不要看病就好。他的意思是，你要是不领情台湾的健保，大可不需要真的去剪卡那么戏剧化。但另一方面，这句不要看病就好，其实也等于是对芳芳的反讽。既然你这么不屑，那你就千万别回来使用就是。有趣的是，从芳芳的背景来看，她的人生故事竟和两岸养父、亲生父亲有着耐人寻味的类比。资深律师吕秋远就撰文提到，芳芳幼年其实是由养父抚养长大，传闻在她16岁时，生父生母曾突然出现认亲，让她一度震撼。当时年少的芳芳抱着养育自己多年的养父哭喊：爸，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我就是你亲生的女儿，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你。她宁可断绝与生父的联系，也要维护养父的尊严。后来芳芳在养父母庇护下成长，在台湾结婚生子，重返舞台，终于有了辉煌的演艺事业。吕秋远感叹道，芳芳的籍贯虽在中国安徽，但她的出生地和艺术舞台都是台湾给的，台湾就像她的养父般养育了她。然而到了晚年，芳芳仿佛忘记了年轻时对养父许下的真情承诺，现在因为看见生父比喻中国有钱有势了，就想投奔生父的怀抱，甚至要求这个生父回过头来殴打曾经养育他的养父。这样的剧情简直荒唐到令人不敢置信。吕律师慨叹，要求生父打养父巴掌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这无疑是将芳芳的所作所为批评得鞭辟入里，因为芳芳如今正干的就是这么一出认贼作父，却反过来斗自己亲人的戏码。他忘了台湾对他有恩，一心只想博取祖国的赏识，甚至叫嚣着让祖国来教训台湾。对照他当年抱着养父痛哭的真情，此刻他的种种言行，难道不也是一场让人心寒的演出吗？在大陆积极表态统一立场后，芳芳显然也没有打算再回台湾发展。然而讽刺的是，她同样没有放弃台湾的户籍和权益。毕竟，如果她真的放弃台湾籍，成了中国公民，那依照台湾法律将丧失健保和领补助年金等资格。从她怒呛凭什么要剪健保卡的反应看来，她对自己那张健保卡还是很在意的，至少不愿主动放弃。这也让台湾民众看清，
芳芳的选择和黄安如出一辙，就是想尽两边好处，却从不觉得惭愧。平时高喊效忠祖国，但内心很清楚，谁才真正在保障他的生活。无论是黄安还是芳芳，他们的所作所为之所以引起公愤，核心就在于赤裸裸的双重标准。他们一方面践踏台湾的尊严与感情，另一方面又想要台湾的实际利益，特别是高品质又低负担的医疗服务。这种医疗双标现象不只发生在黄安、芳芳身上，近年还有一些投奔中国的台湾艺人出现类似争议。其中一个代表是有女版黄安之称的刘乐妍。刘乐妍是前偶像团体出身的女星，近年来在中国社群上极力表现亲共姿态，甚至曾放话下辈子想当解放军。她起初也曾不屑地说自己不稀罕健保，宣称在大陆没生过什么大病，不在乎台湾健保。有一次台湾讨论健保修法，他还对媒体表示他支持改，因为自己没打算用健保，语气颇为骄傲。然而打脸的是，不久之后刘乐妍竟然偷偷跑回台湾动了一场手术，在医院住院开刀，被人发现又是用健保给付。消息一曝光，网友群起挖苦他之前的大话。有立委酸道，如果那么讨厌台湾，可以主动放弃台湾健保啊。刘乐妍尴尬之余，居然回到微博改口称赞台湾健保非常好，甚至说自己支持健保调涨费用，但语毕又不忘拖周子瑜下水批评一番，种种言辞显得荒腔走板，毫无诚信。一时之间，舆论把他和黄安相提并论，视为嘴巴爱中国，身体用健保的双面人典型。还有人翻出他早先在微博发过的内容，一边称颂祖国妈妈真伟大，提供肺炎疫苗真及时，嘲讽回台湾会感染，可过没多久又说如果得了新冠肺炎想回台湾医。这类前后矛盾的言行实在令人哭笑不得。黄安、芳芳、刘乐妍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种模式，在政治立场与现实利益间玩的两面手法。他们明明享受着台湾民主社会的种种好处，从自由到福利，却为了个人在中国发展拼命唱衰台湾，歌颂中国。当需要做出抉择时，他们口口声声选择了祖国，但从未真正放弃祖国以外的退路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在中国可以博取注意，但一旦自己或家人遭遇医疗问题，内心深处依然信赖台湾这张安全网。他们当中有人可能表面附和着中国医疗也很好的说辞，但骨子里却明白，论医疗便利与可靠，他们在中国其实找不到能和台湾健保相提并论的替代品。芳芳目前年事已高，或许暂时未见她返台就医的报道，但假如未来她在中国生了重病，医疗负担沉重时，会不会想起台湾的健保？她会否真的不屑用？很多台湾人抱持高度怀疑。回想2016年黄安回台开刀后，社会上就有人推动所谓黄安条款，主张修改健保制度，限制长期旅居海外未在台缴税的人享用健保。虽然彼时该修法并未立刻通过，但争议持续发酵，直到2024年底，政府终于出手改革，卫福部修正了《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》，自2024年12月23日起废止健保、停付保制度。以前旅居国外的国民可以办理停保，出国超过6个月免缴保费，回国再自动付保，往往造成每年出国每年回来用健保的乱象。新制上路后，出国再久也必须持续缴纳保费，回国才能继续使用，无法再停着不缴，等用再缴。这被视为杜绝黄安们占便宜的重大改革措施。当新闻传出，许多网友拍手称快，爽用健保的王八蛋们要哭了吧。黄安得知后也在微博发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牢骚话，什么流浪狗、流浪猫，你们不敢收留谁之类的语句，暗示自己仿佛不被同类接受的可怜存在。可惜没几个人同情他，大家只感到大快人心。至少在金钱上，像黄安、芳芳这类长期不在台的人，以后不能再一毛不缴就回来，手拿健保卡占用资源了。然而，即便制度修改能在一定程度上防堵滥用，但仍有无法解决的层面。健保的精神毕竟是人道关怀，不会因为一个人品行不佳就拒绝治疗。在法律上，只要黄安、芳芳不被查出具中国国籍，他们仍旧保有台湾身份，那么健保这扇门还是对他们开着。
换句话说，台湾基于医疗人权和制度设计，并未也不可能制定法律惩罚他们。正因如此，这些人才能明目张胆的双标，道德谴责对他们来说无所谓，只要法律没关，他们就钻空子到底。这也难怪许多台湾民众气愤之余，难免感到无奈。民主社会的开放与善良，竟被人利用到这种地步，真是一种悲哀。当黄安和芳芳被传出如今现身桃园机场闯关的消息时，台湾社群的反应可想而知是爆炸性的。无论这起传闻是否真的发生，那画面在人们脑海中都栩栩如生。两位昔日艺人对台湾不屑一顾，对中国卑躬屈膝，如今灰头土脸的想回来看病，却在机场被拦下。周遭旅客认出他们后，投以鄙夷的目光，甚至有人当场怒骂不要脸。网络上各种贴图、梗图迅速出炉，有人披上一张大大的禁止符号贴在他们脸上，写着禁止入台。知名的 PTT 论坛及 Facebook、YouTube 影片底下铺天盖地全是滚回去、活该、祖国不要你啦之类的评论。长期以来，台湾网友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纷纭，但在黄安、芳芳这件事上竟难得的形成高度共识，他们不配再享有台湾的一丝一毫好处。这种群情激愤其实蕴含着一种底线价值。平心而论，台湾社会并非不能包容不同政治立场的人，毕竟民主社会本就允许多元声音。然而黄安和芳芳触犯的是一条几乎所有台湾人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。你可以不认同这里的政治，但你不该公开羞辱伤害这里的人民，尤其不该在加入伤害之后又回头占便宜。他们的恶劣在于，并非单纯支持统一或认同中国那么简单，而是为了一己成名逐利，不惜践踏台湾的尊严与情感。当他们享受在中国表中获取利益的同时，也在消耗自己作为台湾人的信任存款。一旦信用破产，就再难换回哪怕一点同情。有趣的是，对黄安、芳芳的痛恨横跨蓝绿光谱、统独立场。许多平时立场较倾向统一或认同中国文化的台湾人，对这两人也毫不留情。甚至一些深蓝阵营的退伍老兵们看了黄安、芳芳的行径，都直摇头，觉得丢脸至极。有退役老兵在街头受访时愤慨地说，我们那些老农民一辈子奉献给中华民国，从没占国家便宜，哪像他们这种人，嘴巴骂自己的家，身体倒很诚实地跑回家拿好处，真想见到他就啐他一脸口水。像这样的反应充分说明黄安和芳芳已经突破了党派和立场，成为众矢之的。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连统派人士都看不下去的无耻。毕竟大多数主张两岸亲近的人，也不至于提供引狼入室或鼓吹武力犯台，更不认同背叛故土的行径。黄安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拉近了台湾人的距离，大家一致对外认定这种败类不值得同情。在媒体舆论上，黄安、芳芳近期也屡屡成为综艺谈话或政论节目批判的对象。一些平日风格辛辣的主持人在节目上直言，这两人就是典型的渣，台湾养他们不薄，却在外头狂咬台湾，现在想回来治病门儿都没有。甚至有人建议政府严拟办法，未来凡公开鼓吹武力犯台者，应考虑以国安法或相关法律限制其入境。虽然这类建议在法制上还有讨论空间，但从中可见台湾社会对黄安、芳芳这种行径的零容忍态度。近年来，两岸关系紧张，国人对内贼引外敌的行为特别反感。有人把他们比作战国时代的秦奸，在大敌环伺之际，暗中消台湾人的士气，助长对岸气焰。如果真有一天情势危急，像黄安、芳芳这样的人恐怕会被视为更大的威胁。因此，对于他们现在厚着脸皮想回台，看不惯的人只会更多。社交媒体上还流传着一句话，芳芳那本你曾经不屑的中华民国护照，如今成了你唯一的救命稻草。这话说得直白又刺痛。早先有传闻指出，芳芳曾私下形容台湾护照没啥用处，在国际上不被承认，言下之意，她更向往中国的身份地位。但讽刺的是，一旦她放弃台湾护照，她就真的无法自由回到台湾了，而她自己也深知这点，所以才没放弃身份。如今当中国大陆医保问题丛生，经济下行，
他难道不庆幸手上还握着台湾的健保卡和身份证？这正是许多网友嘲笑他虚伪之处。当初说的多难听，如今就有多现实。那些他口中一文不值的台湾政见，关键时刻却是救命符，足见他过去的言论有多么可笑。黄安、芳芳们之所以死守着台湾的健保资源，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两岸医疗体制的差距。台湾的全民健保从1995年开办以来，以低廉的自付费、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著称世界，几乎每个台湾人一生下来就被纳入健保体系，不论贫富贵贱，在需要时都能得到及时治疗，而不致倾家荡产。反观中国大陆，近年来经济崛起，医疗水准有所提升，但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制度使得全民覆盖并不容易。中国没有统一的全国健保制度，而是依职业、地区划分多种医保，新农合、城镇职工医保、居民医保等并存，各省市资源分配不均，尤其是在一些外地工作的台胞或港澳人士，虽可参加当地医保，但报销比例、涵盖范围往往有限，遇到重大手术可能仍需自费一大笔。同时，中国许多医院存在医疗资源紧张、看病贵、看病难等老问题，挂号要排长龙，住院要托关系，这都是公开的秘密。2023年初，中国多个城市还爆发了所谓医保改革风波，政府调降城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补贴额度，引发不少退休老人走上街头抗议。他们发现每月到账的医保金减少，负担变重，在武汉、郑州等地都有白发苍苍的老人集结请愿，这被称作白发运动。虽然官方强调此举是为了医保统筹，更公平利用资金，但许多民众依然担心医保基金入不敷出，未来保障下滑。所谓祖国医保崩盘，虽嫌夸张，但确实反映了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脆弱现实。财政压力与人口老化，使得各地纷纷紧缩医保开支，许多人必须自掏腰包更多。对一般中国百姓来说，因病返贫仍是不幸的现实写照，一场大病可能就掏空家产。反观台湾，早年也曾有一人重病全家致贫的惨剧，但健保实施以后，这类情况大幅减少。台湾健保虽也面临财务平衡的挑战，但至少在保障每个参保人不会因病无医或破产这点上堪称成功。对于黄安、芳芳这些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艺人，他们自身经济条件不差，或许不至于付不起医疗费，但问题在于，中国医疗体系除了费用，在便利性和可靠度上也未必令他们安心。举例而言，在中国北上广这些大城市，确实聚集了一流的医院与专家，可这些顶尖资源往往门庭若市，一床难求。许多官员明星看病都习惯透过私人关系找名医特诊，如果黄安或芳芳在那边没有官方背景，只是一介艺人，要在当地医院得到最优治疗，未必像在台湾这样容易。黄安心脏病发时，他选择的并不是留在北京或上海治疗，而是连夜回台，可见他对台湾医疗水准与信任度其实是很高的。毕竟台湾医师大多训练有素，许多还有美国、日本进修背景，加上没有腐败黑箱，不用担心红包，不用烦恼药品真假，服务态度相对亲切，这些都是台湾医疗让人安心的地方。对比之下，中国一些地方医院闹出的医患纠纷、黑心疫苗事件等等传闻，都难免让人心生疑虑。就连刘乐言这样嘴巴超级亲中的人，都曾由衷赞叹台湾健保No. 1 No， 这可是他真心话。一时间还被对岸网友围剿说他不爱祖国呢。除了医疗品质，还有一点是心理因素。黄安、芳芳在中国虽高调示好，但毕竟他们原生身份不是当地普通百姓，真遇到什么问题，大陆官场不一定会特别照顾他们。可是在台湾就不一样了，不论他们过去如何放话，只要他们一日是台湾公民，台湾的制度就会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知道台湾这块土地不会在生死关头抛弃他们，反而中国那边未必有句话叫临病方知医德可贵，困厄才懂故乡可亲。当他们年纪渐长，身体走下坡，内心那股对祖国憧憬的炙热恐怕也会冷却几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安全的考量。台湾健保和医疗体系就是这种现实安全感的来源。
然而，站在台湾本地民众的立场，谁都不愿再当冤大头，看着这些人回来占便宜。如果黄安、芳芳最终真的病重返台要求治疗，台湾究竟该如何抉择？这其实拷问着台湾社会对公平与人道底线的双重思考。一方面，多数人认为公平正义不容他们再享特权，长期不为台湾付出，却在紧要关头来占资源，于情于理说不过去。前文提到的健保改革、国际调查等等，无不是出于维护制度公平的考量。如果将心比心，一位旅居海外多年的普通侨民，没有在地纳税却想回台大病报销，恐怕也会被质疑甚至遭拒。更何况黄安、芳芳还曾恶言相向，他们当然更不该被特殊对待。但另一方面，台湾长久以来奉行人道主义价值，尤其医疗权被视作普世人权，医师不会拒绝病床上的病人，护理人员也不会因政治歧见怠慢救治。当年黄安送进医院时，医护人员仍尽责完成手术，救回他一命，丝毫没有因他的名声而怠忽职守。这正显示出台湾医界与制度的可贵之处，在病痛面前一视同仁救人。倘若未来芳芳摔了一跤想回台开刀，医院也不可能把他赶出去，毕竟我们不是集权国家，不会搞政治审查，看你爱不爱国才给药。对此，有论者指出，健保不应有政治立场，站在制度设计的高点，健保本意是社会互助互济，当初并没有料到会出现黄安这样特殊案例，但既然遇上了，也不能随意破坏原则。有些人道主义者甚至主张，就算再讨厌黄安，也不能剥夺他作为人的就医权，否则我们和他所支持的集权不就一样了吗？这番说法在理想层面固然崇高，却难平大多数人的情绪。许多台湾人会反问，凭什么让我们辛苦缴税缴保费，最后便宜了这些羞辱我们的人？所谓人权，也要顾及纳税人的权益。如果让黄安们肆无忌惮来去自如，等于鼓励更多人尽情骂台湾，反正生病台湾会救我。如此一来，制度的公平性和尊严何在？更现实的是，台湾健保财务压力本就很大，每年补助预算需要全民埋单。如果连黄安这种长期不在台的人都来占用资源，那对真正留在台湾的弱势病患是不是不公？所以有立法委员提出应修改健保纳保条件，例如连续几年未在台湾居住、未申报所得税者将丧失健保资格等。虽然这些提案还在讨论，但社会上支持声浪颇高，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健保是互惠互助，你不贡献却来享受，尤其还对这土地没有忠诚，那干脆请回吧。种种讨论最终绕回一个原点，台湾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些离弃台湾者？国家有国家的法，民间有民间的情。法理上他们一天是国民，国家就不能把他当外人，但情感上大多数国民已经不再把他们视作自己人。这种割裂恐怕随着两岸关系演变只会更明显。对台湾人来说，黄安、芳芳已是被社会性出局的人物，他们在中国媒体活跃，却早被台湾主流舆论封杀。多年来，台湾各电视台和制作单位早就不再邀请他们，他们回台除了就医或私人事务也没其他立足空间。某种程度而言，社会已经用最强烈的舆论谴责给了他们社会刑，即便法律不会惩罚他们，来自千千万万人民的鄙视眼光也足以让他们寸步难行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黄安常常要偷偷摸摸返台，甚至开直播否认。本帅不用偷偷回家，因为他也清楚自己不受欢迎，只好小心翼翼秘密行动。黄安、芳芳闯关事件，或者说传闻所引发的轩然大波，表面看来是两个艺人的个人新闻，实际上折射的是认同与利益之间的抉择难题。他们曾在舞台上光鲜亮丽，也曾受台湾这块土地滋养培育，但最终他们选择了以背叛的方式投向另一方，以为那里能给自己更大荣耀。然而命运最讽刺之处在于，当你抛弃了一个家，往往也无法真正融入另一个家。黄安和芳芳所谓的祖国，真的是他们如自己人吗？未必。对很多中国人而言，他们或许也只是政治宣传中的棋子和工具，并不会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。一旦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或者哪天情势有变，他们很可能发现自己其实两头不是人。台湾有句俗谚，
别做丢石头兼换肉粽的事。意思是，别做那种丢掉手里的石头本来拥有的东西，去换人家祭拜用的肉粽，看似好但未必属于你的东西，最后可能石头也没了，肉粽也吃不着。黄安、芳芳的故事正是这句俗语的最佳写照。他们挥弃了台湾人对他们的感情与信任，换来一时的中国市场和关注。但岁月流转，如今荣光不再，他们却想起台湾这里的种种好，自由、福利、安全感，依然是他们最后能投靠的港湾。可是他们回得来吗？民心的门恐怕早已对他们关上了。当然，台湾终究是一个法治与人道并重的地方，我们不至于真的在机场把病人赶出去，或让他们自生自灭，但社会的愤怒是现实存在的。滚回去！这句全台湾网友的齐声怒吼，传达的不仅是情绪，更是一种信念。忠诚与良心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可以选择你的政治立场，但你要为你的选择承担后果。如果你选择了背叛养育你的地方，那就请你永远不要回头。如果你享受别处的荣华，那就别再来占我们的小确幸。这是绝大多数平凡台湾人民朴素而真挚的心声。回到开头那个桃园机场的想象场景，黄安和芳芳佝偻着身子，被拦在海关前，望着台湾土地，露出尴尬又无奈的神情。他们或许悔恨，或许不甘，但四周冷漠的注视告诉他们，一切都变了。当年他们离开时，也许不觉得故乡重要，如今病痛缠身，才发现这里有他们需要的温暖。然而，他们已经被自己亲手砸烂了通往温暖的门窗。人民的宽厚有时会被当成软弱，但人民的愤怒一旦被激发，便是最坚定的门槛。黄安、芳芳们正是撞上了这道门槛，才会自食苦果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台湾社会是否应该原谅他们，展示更高的胸襟？这里要说，台湾人不是不讲情义，而是不容背叛，得寸进尺。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但前提得是浪子真的回头，忏悔，重新爱惜这里的一切。很遗憾，黄安和芳芳并没有，他们从未真正道歉或认错，反而一次次挑衅伤害台湾的感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台湾人以德报怨，未免强人所难。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底线，在台湾看待黄安、芳芳的态度，正体现了我们守护尊严的底线。可以包容不同意见，但不会容忍你一边享受我们的善意，一边反咬我们。2026年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，最终可能随着时间淡去，但留给两岸人们的思考却值得珍视。对台湾人而言，我们更明白健保制度的珍贵与脆弱，懂得防范被滥用的重要，也看到自己社会在是非对错上的团结一致。对那些仍在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来说，黄安和芳芳的下场或许是前车之鉴，选边站可以，但别忘了留条后路给自己，更别做出伤尽故乡人心的举动，否则未来真的进退两难，落得里外不是人。最后，我们借用一句近年网络上流行的话作结：得意时请不要忘形，否则失意时就别怪众人无情。黄安、芳芳平日得意忘形，如今真的走到失意落魄的一天，又有什么资格奢求台湾的温情？与其费尽心机闯关回台，不如好好回望自己内心。当初那些伤人的话语是否真心？那么热爱的祖国，如今又能否真心对待自己？如果连他们自己都想通了这些问题，也许才有重新被原谅的一丝可能。只是很可惜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悔意。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别回来，就请一直留在你们口口声声认定的天堂里吧。台湾虽好，但不欢迎虚伪的旅人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请滚回你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上。台湾的故事将在没有背叛者的土地上继续书写下去。